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在2024年的年度爱用美妆跟保养品系列，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来澳洲玩必买的伴手礼跟手信，买给你爱美美的朋友们。这一次的分享汇整了就是我一整年度真的是真爱系列，然后或是我已经回购或即将要回购的产品们，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推荐就是卸妆好物，我无限回购之一，就是相信大家看过我之前影片，应该对它不陌生。我之前有介绍过，就是这已经是我第2瓶了，然后已经用了快要一半。它这个牌子叫 Bare Minerals， 然后它这个产品名称叫 Smoothness Hydrating Cleansing Oil。它这个卸妆油主打就是温和不刺激，里面的话它成分有葵花籽油跟海藻萃取物，就是你卸妆的时候有时候最怕就是有膜感。它这个我卸完之后，然后再搭配就是洗面乳，卸完妆皮肤状态还是看起来非常轻盈的，然后不会非常拔干。这个成分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温和不刺激，很适合就是干肌啊、混合或是敏感肌使用。因为像我的话，我虽然不长痘，但我偶尔会长粉刺。我是一个很会长粉刺的人，偶尔这边1-2个，或是眼下也会有。但我用了它，然后就是干干净净的卸完妆，然后配我的保养品，我真是一颗粉刺都没有长过，完全推荐。它已经就是我的无限回购之一，我一定不会再用其他牌子，因为它就是让我的皮肤完全没有任何的 reaction。但是如果是会用防水妆啊，或者是说浓妆系列的话，它可能就没有卸那么好，可能要看一下大家的妆容。因为我的日常妆容是比较清淡的，我只用就是气垫，我不用很厚重的粉底，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刚好。然后它这个瓶子设计我真的是超级爱，它非常适合会出去旅行的朋友。它这个呢，它瓶身本身瓶盖就是一个扣子，你可以左转或右转，它就会锁起来或是不锁，那个油完全不会漏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买过其他产品，包含洗面乳也是，它会给你分开的一个那种小扣子，你要卡上去你才按不下去。那种你如果遗失的话，它对你就是出门旅行就没有那么友好嘛。这个牌子它这个瓶身的设计真的是超赞的，推荐。第二个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美妆大牌 Chanel 啦，就是卸完妆开始大家要护肤保养了嘛，那我上完就是化妆水toner之后，我就会直接精华。那它这个精华它是有红山茶花的萃取物跟红山茶花的酵素，它主打呢就是抗氧化、抗初老，然后皮肤暗沉救星。我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我觉得因为以前我用过很多 Chanel 的护肤品，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无功无过，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完全看得到成效。但是这个是我唯一使用过，我用完我隔天会觉得脸真的特别嫩，然后特别有光泽，没有那种暗沉蜡黄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这个质地呢是有点像是水凝精华，你涂上去之后它延展性很好，非常非常好吸收。然后你上到脸上，它还有一种淡淡的花香，但不是那种就是很芬芳的那种香水味，它就是一个很淡的红山茶花的味道，超级好闻的。我上次买的时候，柜姐还有送我就是一个搭配的一个面霜，然后2个我用在一起，我隔天的脸都觉得真的超级嫩的。而且主要我用了2个多月了，我真的是一颗粉刺没长，因为我有时候就是那个来之前我都会长一点粉刺，但我用了2个多月，一颗粉刺没有长，我就冲这点无限回购。虽然它很贵，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要抗初老，25岁以上要30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除了油肌以外的所有肤质应该都很适用。那像我自己的话是混合偏干，然后敏感肌，这个我用了完全不会泛红或刺激。这个是非常温和的产品，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很适合日常保养，作为抗初老必备之一的精华。但是我记得小红书上面有说，就是比较不推荐白天用，尤其不要妆前用，因为它跟你的妆会打架，好像会搓泥，所以大家就当做一个日常护肤，但是是夜间护肤的一个产品去做使用。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就是上完精华你要有乳液乳霜。
这个是我一定会无限回购之一，我用完真是觉得天哪，宝藏品牌太好用了吧！它这个品牌是我之前在 Olive Young 淘到的一个宝藏品牌，没想到它这么好用，而且它 CP 值真的超级高。它这个是韩国茉莉太平洋旗下的专业医疗护肤品牌，它真的超好用。它这个成分里面有高浓度的神经酰胺，还有积雪草的萃取物，然后还有另外我2个比较不熟悉的成分，一个是胆固醇，然后另外一个是脂肪酸。但它主打呢就是修护你的肌肤屏障，然后减少泛红啊，减少水分流失，以及舒缓镇静的效果。然后它这个涂上去啊，我觉得真的超神奇的，不知道看不看得太出来。它里面有非常细小一粒一粒的，都是那种保湿因子，它涂上去超级好吸收，然后延展效果也很好。我觉得涂在脸上会有一层就是薄膜感，就是感觉是把你的脸整个保护起来的那种感觉，保湿锁水的那种效果。它非常适合就是像我这种一到冬天就会变大干皮的那种肤质使用，混合偏干或是干皮跟敏感肌都超级适合。然后尤其像是我平常我不化妆的话，我就会上完 toner 之后我就会用它，然后它让我一整天皮肤完全不会干燥，反而看起来会有一点亮亮的那种通透感。它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用的，一样是我去 Olive Young 必买必回购系列之一，这一个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保养最后一步骤，偶尔大家一定会用，就是面膜。然后个人超级推荐这个风很大很红的这个 Biodance 的胶原蛋白面膜。有些人会说敷完隔夜脸会很干，但我有一个小 tips， 就是我每次用它之前，我一定会先上我的保湿产品，就比如说我的保湿精华啊 ，Olive Young 也卖很好的那个陶瑞丹，我觉得2个搭在一起用真的超好用。我会先用陶瑞丹的那个保湿精华，然后喷保湿喷雾之后，我就会敷它。它这个面膜是可以敷隔夜的，然后它成分里面就是有胶原蛋白跟草本萃取物，还有玻尿酸。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用，还有很多人会带上飞机用，因为飞机上很多人敷面膜嘛，觉得皮肤很干的时候就用它。它这个面膜纸不是纸质的那一种，它这个面膜纸是果冻，有点像是果冻胶类，然后你敷上去，它敷隔夜，你撕起来，你的皮肤就会那种亮亮，有点像是水煮蛋那种水光肌的那种感觉。我个人超喜欢用它，因为我每次用完它，我隔天化妆都有一个很自然的那种亮亮的通透感，我很喜欢那种水煮蛋肌的那种感觉。它这个面膜主打的就是保湿还有抗老，很适合就是像我现在一样需要抗初老的姐妹们，就是如果你是25岁以上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它还有另外出一个蓝色的，好像是更保湿的那一款，我还没有用过，因为我更喜欢胶原蛋白，所以就推荐这个给大家。接下来就是美妆类必备，它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神器店，永远的神。我已经用了大概第3个、第4个了，但是我每次的时候我都要重新买一个壳，因为我在澳洲很难买到，就是只有芯，我每次都要连壳一起买，害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浪费钱。但是来说说这个气垫，它真的是就是连那个网状啊都非常非常的细，一般的那个气垫你都会可以看到它的网子，它这个网子是细到不行然后它这个包装也好好看，然后它一样是磁吸式的，很适合带在包包里面补妆。它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加上它这个粉扑有一个小角胶，就很适合你拍在眼下。它这个拍上去之后啊，会让你的皮肤就是真的觉得你的妆感是非常通透的那一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它有一个很棒的光泽感，让你的皮肤感觉是那种奶油肌啊，然后水光很无瑕的那一种细腻感。这个真的是我用过了好多气垫，我都找不到跟它有一样的那种就是肤感的气垫，这个是永远的神，我以后也只用它，无限回购。我觉得它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不是很遮瑕，就是如果是瑕疵皮的姐妹，我就会比较推荐黑色那款。粉色这个是适合就是你皮肤上面没有太多瑕疵，没有太多痘痘的人，这个我觉得就超级适合，它会让你有一个水煮蛋肌的感觉。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我一个新购入的小物，
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它是一个腮红棒，这个是我之前在 Mecca 买的，然后它这个牌子呢，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新接触的一个品牌，它叫 Westman Atelier， 我不知道我念不念得对，但是这个是我澳洲同事推荐给我的，他们自己也是人手一支。它这个腮红棒的颜色有很多，然后我看小红书大家比较推荐都是比较日常那种颜色，比如说 petal 啊，然后或是其他更粉嫩一点的颜色。这个颜色深得我心，它非常非常特别。它这个颜色呢，有点像是陶土色，就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很低沉、很温的一个红，然后啊，它这个粉质啊，推在手上超级细腻丝滑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粉，也不是粉，它就是很丝滑的一个腮红。然后我通常都会先把它涂在手上之后，我就会点在脸上。它点在脸上之后，真的会有那一种。就是大家刚晒完太阳的那一种红晕感，然后很通透的那种很自然的红的那种感觉，这个是目前澳洲就是我同事白人女生最流行的一个美妆趋势，她们喜欢那种自然刚晒完太阳的那种感觉，有点小雀斑的那种感觉。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好看的，然后偶尔涂在就是你的唇上也可以。重点是它这个包装也是超美，它这个包装呢一样是它是一个吸磁式的，它是这样子的。我很多澳洲同事买不到 Rode， 就是美国牌子买不到，大家都会买这一支。但它真的是在澳洲真的是超级 popular 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之前也有提过，这两支都是 Dior 的护唇油。我真的很爱用护唇油，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用唇釉的人，然后如果用就是唇膏，有时候口红我还是觉得会有一点拔干。虽然它漂亮，就是油油亮亮，大概前几个小时后面就会干掉，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用唇油比较多。那这个颜色我已经用到空瓶了，这个一样我一定会再回购一支。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好看，我买了两支，一支是007，这个是 Roseberry， 然后这个是15，这两个中间好像还有一个颜色，好像是新出的12号色，我还没有用过，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最适合就是我的肤色，它是一个很淡淡的粉。它就是非常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油亮感，就是大家很喜欢那种很自然通透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我觉得超适合它。它是一个很适合日常妆容的颜色。然后因为我之前想说它颜色好像有点太浅了，好像可以再红一点，然后我就选了这个是最深的色号。但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我的肤色，因为有时候我的肤色会偏就是小麦偏黄。你如果肤色稍微偏黄的话，它会看起来有点太桃红色，就看起来很俗气的一个颜色，所以它真的偶尔你要很小心用它。但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偏白偏冷白的话，这个颜色真的是超好看。就是我是因为看到我澳洲同事涂了这个颜色，我就种草，我就去买了一模一样。但我觉得它没有就是少女粉更适合我一点，所以我下次就是会回购这个颜色。然后它这一个啊，主打就是滋润修护，可以代替护唇膏。然后它里面有玻尿酸的因子，它里面有红木果油，还有甜杏仁等等的成分，就是非常的天然滋润的一个养护成分在里面，推荐给大家。然后美妆系列最后推荐给大家一样，我会继续回购的就是定妆喷雾。如果大家喜欢那一种水煮蛋肌、光泽感、奶油肌妆感，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一个。这个一样是在 Olive Young 超级畅销的一个牌子，然后小红书上面超级红。它这个喷头呢，超级无敌细腻的，是已经完全打败了我之前买过 YSL 的定妆喷雾。这个呢也非常好闻，很香，就是很淡淡的那种花香感，不像有一些我之前听过，就是有另外一个牌子定妆效果非常好，可是它味道很臭，所以像我这种对臭味敏感的人，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一罐。但是如果是油皮的话，我觉得比较不适合大家用定妆喷雾，因为它里面有保湿因子，会让你的妆感看起来更油亮一点。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是油皮的话，还是用散粉定妆散粉会比较适合。这个真的超好用的，而且它喷头超级细，你不会像就是有一些喷头不细的话，它很像喷在你的脸上一大坨水。
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澳洲本土品牌必买手信，就是买给你漂漂亮亮的姐妹们。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Aesop， 他们家有出就是日常保养、香氛都有。然后这两个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第一个。真的太好闻，尤其喜欢那种柑橘调、清新木质香，超级适合。先说就是吸收乳，吸收乳这一罐的话，我真的超推。第一个，它容量超大，它里面有500ml，我已经用了1年多、1年半，快2年，我还没有用完。这是之前我朋友送我的，它的香味完全就是戳在我的心头上，因为我不喜欢很浓厚花香啊、香水味的那种人。它这里面是清新的木质香，然后还有配柑橘类的甘草香，反正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味道，然后它不会很容易就散掉，它会停留在你的手上好长一阵子，然后它清洁力也非常的足，在清洁的同时，它也会滋润你手部的肌肤，所以它真的是我觉得超级推荐，尤其它的包装很漂亮，你放在洗手台上都会有那种变得更高级了一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推荐来澳洲玩的朋友，或者想要给就是你台湾朋友的手信伴手礼，因为它价差也很大。在澳洲，我记得澳洲官网上面写是53澳币一瓶，大概是台币1000出头，然后台币的话要买1300，所以至少也差了200-300块，这个超级推荐。然后接下来就是护手霜，护手霜我最爱的就是这一个 Aesop， 这个真的超级值得入手的。还有另外它有一个薰衣草紫色的，也是非常热门的这2个款。但我个人更喜欢粉红色，这是被我澳洲同事种草，因为它留在店里面，我就拿来用，我就一用，不得了，好喜欢这个香味。它这个质地是很像奶油的那种质地。它是有点淡淡的鹅黄色，然后一样它非常好推开，它一推开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你的手完全就是直接嫩了起来的那种，就是指甲周围的死皮就会直接消失。它有就是柑橘、迷迭香，还有大西洋雪草吧，很喜欢它的香味，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的话，我记得澳币的话大概43，然后台币换算台币是850、860左右，然后。这个台币的话，在台湾要卖一条要卖1000块，所以一样就是澳洲来必买，因为有价差，澳洲的品牌，这个超赞的。最后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内服好物，大家在保养的同时，除了用一般的护肤品之外，我觉得内服也很重要，尤其是25岁加以上的人，大家开始抗初老的话，内服真的是必备。Swisse 它这个是澳洲的本土保健品牌，然后它非常非常热销，很多来澳洲的人都会买澳洲的保健品，比如说 Black Moss 的鱼油啊等等之类。但大家现在内服也要爱美嘛，所以女生一定要补铁，不能缺铁。然后这个它里面除了铁之外，还有加维他命 C， 这个我已经吃了3罐了。我觉得就是它真的有效改善你自己暗沉的皮肤，尤其女生铁很重要，就是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的疲累，它这个我觉得会让你的整个人由内而外精神更好。这个是我新购入的第1罐，但我觉得买的超级值得的。它这个是3效一起，它是 Hair Nail Skins。3个一起保养，它里面成分有 biotin， 就是生物素，然后还有维生素 C 等等，跟胶原蛋白，就是完全女生必须的嘛。它这个可以增强你头发跟指甲的健康，还有改善，就是它会减少你头发断层啊跟指甲断层的那种问题。这个真的是内服超赞，它还可以改善就是你皮肤的健康，比如说你干燥啊、暗沉等等，这个大家内服一定需要。尤其就是像我要买这种保养品。因为它也还蛮贵的，一定要蹲到就是半价的时候买，就是 Priceline 啊、Chemist Warehouse 跟 Woolworths， 有时候他们会做特价，我就是等半价的时候买，超级划算，推荐。以上就是我2024年的年度爱用品大会诊啦，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支影片，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然后如果有任何推荐我的爱用好物或是澳洲必买好物，请一定要留言跟我说。我们下次见，拜拜。